早上好，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下我这个让我自己非常引以为傲的这个附件系统，它也我们叫做它的 Paperclip 回形针。我们附件服务呢干了真的特别多的事情啊，上至我们的这个头像啊，你看到这个头像，然后下至这个封面图啊，这都是附件系统上来的啊。我们可以open copy 这个 image address 一看发现这个是 Next.js 的这个一个东西，然后后面跟着这一串东西，我们去要这个 decode 一下，就可以发现它是我们的 UC 是我们附件系统的代号，然后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 RID 啊 random ID， 然后来进行一个访问，我们来直接访问一下。有没有附件系统？然后它把我们导到了这个 row.sn.sosim， 这个是我绑的那个对象存储的域名。OK， 这个是我们拿到这个文件数据的过程。那么这个附件系统究竟在背后干了什么呢？那干的事情可老多了，是吧？那么一件一件来讲。上传文件呢，我们有业界有非常明显的两个方案，一个就是直接传那个表单的 body from data， 然后直接把它丢进服务器，然后你这个请求要跑超级长的时间，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成功，或者什么失败，然后失败了整个文件都要重传，然后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小文件还好，大文件就完蛋。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会诞生出第二个方法，就叫切片上传。切片上传呢，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文件分成无数个小块，然后一块一块的上传到服务器，然后让服务器把这个文件合并起来，这个叫做切片上传。其实也挺简单的，但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优势，是吧？不仅客户端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需要把整个文件给它读出来，然后丢到那个 HTTP， 总之就是更好的性能，更好的稳定性，反正什么都好。然后就是唯一一个不好就是开发起来麻烦。所以说为了不要让每一个服务都重新写一遍我们的这个上传文件，所以说我把这个Paperclip 单独抽离出来做成了一个附件服务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它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把文件数据传到了 Paperclip 来说，这还是相对简单的。然后我写 Flutter 的嘛，是吧？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附件服务啊，像这些图片都是我们附件服务 serve 的。Flutter 你会知道这个叫什么？不管是不是 Flutter 也好，一些其他的原生开发也罢，他们这个图片都不是非常的好用，他们的这个图片都不像 Web 这么好用，就是他会自己做这个大小的适应啊，你就直接丢那个链接，丢那个 link 过来，然后它就嘣自己膨胀，然后自己重新排列，是吧？那你这个在写 Flutter 和原生的时候，你要顾及到这个大小的关系。那么这个大小呢，像有些 app 就简单粗暴，就把这个限定到一个方框里，然后要不你点开，然后整个预览，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太好。所以说为什么我再加了一层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啊，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数据库里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一群 RID 啊，这些 RID 一般都是公开的。所以看一下那个帖子 RID， 帖子附件的 RID 也是公开的，所以这个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一看，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个还有 hash code， 这个哈希呢也是 analyzer 干的事情啊，还有这个 metadata， 这个 metadata 也是 analyzer 干的事情，它会帮我们读取到这个图片的这个长宽，然后算出它的这个 ratio。之后呢，我就可以把它套到那个 Flutter 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aspect ratio，ratio right aspect ratio Flutter like this， 你知道吧？就这个 class， 然后把它套进去，然后它这个大小就会比较好看一点。所以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就像这个样子，它这个是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 aspect ratio 是 1.68， 然后它的长是2994 pixel， 然后高是1784个 pixel， 然后总体大小都是这么。OK， 这是比较浅层一些功能，然后比较高端的一些功能的话，就是像这个呢是我们也是 analyzer 干的好事啊，然后它会读我们图片的 EXIF 啊，同时它还帮你把这个 GPS 信息啊全部给它丢掉啊，保证你的这个隐私安全。它会告诉你，
什么相机拍的，这是 iPhone 拍的，是吧？然后它的 ISO 是多少 ，Focus 多少，然后整个是多少像素，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的这些数据呢，当然你可以直接把那个文件那个弄下来，然后来读，但是太麻烦了，然后你这个流量费会很高。虽然说我们没有流量费，但是R2 它也是要收请求费的，就是按请求次数收费，虽然说比较便宜，但是速率不高，是吧？你知道 Cloudflare 这个 CDN 虽然免费，但是速度不太行，尤其是对某个东方神秘区域的这个速度更不太行。如果说你要内速的话，你要上 business 方案，就25万美金的这个 offer 听过吗？是吧？这个 Cloudflare 干的好事。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服务，可以直接看一下具体实现，这很简单，是吧 ？Analyzer 就是一个 Go 文件，是吧？一切都是在 Go 里写的，非常的快。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有个库啊，就是专门来读 EXIF 的，就是像这样子读一下就好了，非常简单。然后其他的方式呢，我们就直接用那个 FFProbe 套壳 ，FFProbe 也是 FFmpeg 是一家的，把它可以读出来，然后就可以读到这个 metadata，然后我们就把它存到数据库里去，然后之后把它一溜出来，就非常的爽，是吧？处理完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的那个对象存储了。交给对象存储怎么交呢？直接把它给用那个 MiniIO 的 SDK 把它丢上来就好了，非常简单，查一下文档就会写。这个 API caller 嘛，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啊，叫做 Boost 啊，之前可能没有提到，但是我们今天顺便讲一下，因为 Cloudflare 这个速率太感人了，是吧？太感动了，所以说为了优化一些大文件上传，就比如说像这个视频啊什么的，179 MB 啊，它是个视频来着的，你看到 video MP4，然后是我在打游戏的视频 ，OK。为了让你不想说那个转了半个小时，然后看不到一点视频了，是吧？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做了这个 Boost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Boost， 对吧 ？Boosted。我们可以在这里点一下 Boost， 然后他说Boost 是个功能，然后允许你去上传附件到这个离那个你的观众更近的或者说更快的那种网络，然后在 beta 阶段，然后未来会收费，因为这个流量费真的很贵，所以说收不收的费程就不知道了。语云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一个小厂，但是小厂有个优势，比较便宜，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要担心，没有贬低的意思，但是小厂嘛，你就不要担心它的数据安全，然后要跑路什么问题，数据没了，它赔钱，那这数据回不来啊。所以说它这个东西是个叫做补充使用，我们主要还是用那个 Cloudflare 的 R2， 然后 Boost 这个东西呢，它会把你的这个文件搬到另一个内容网络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What the fuck？ 我今天早上才看的，还是36GB 的，现在怎么就41.6GB 了？严重怀疑谷歌那个爬虫在偷吃我流量，且用且珍惜，流量费很贵啊。但是的确能干出了一些事情啊，这个是SD 啊，这个我们要提到我们另外一项这个优良记忆啊，在这个 Boost 出来之前，我们还有想过要做这个优化。做这个优化呢怎么办？我们知道有不同的那个视频网站有很多那个不同的分辨率嘛，我想说压缩100，然后发现找到一个库压缩起来才这个170的，它压缩出来到4MB，多存一个4MB 图片，是吧？就相当于，所以说就直接把它做进来了。你可以看见，整个这个2分钟视频是4MB，我觉得能看就行。你看一下就加的好了，但是你看，我不想说什么，你看看就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点一下这个 SD 啊，它会变成 HQ High Quality 啊，整个视野都变清晰了，直接来到 1080P 了。是吧？是不是？但是还是死板顺滑，是不是？跟那个在本地放 NAS 的感觉差不多，非常的牛逼，这就是 Boost 的功效。然后你可以发现，然后我怀疑它又在后台吃掉我好多流量。总之，这个 Analyzer 的功能呢，不仅缓解了我们这个布局的问题，还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分发速度的问题。虽然说这不全是 Analyzer 功效，但总是 Paperclip 的功效吧，是吧？俗话说得好啊，这个万事有问题加一层，实在不行再加一层，再加一层，是吧 ？Load balance 一套全部都解决了，那个负载高负载问题都搞定了，是吧？有 DDoS，
加一层 Cloudflare 啊，一切都解决了。但是用户体验呢就不知道了，脑子里从来没有 UX 这2个字，是不是？反正就在这里，有兴趣可以自己去阅读一下源码，都是郭浪写的，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人都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相信你也有能力。那就在这里，今天就这样简单聊一下我们的这个 Paperclip 服务。未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还可以再去讲一下那个别的部分，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聊天是怎么做的，像我们的这个帖子系统是怎么做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乱七八糟什么鬼签到是怎么做的，这个好友是怎么做的，是吧？